被诈骗金额最高的是多少钱？1亿多吧，其实蛮多是感情诈骗。宝贝，你要玩我的小警棍吗？啊，小的不想玩，可是他会伸缩。我今天打靶都打不准因为我的准心都放在你身上，全部射在你里面。但我以前可能遇过，就是他们本来都是0，但是看到你就想要变1。对，有这种状况这样。把烦恼脱下来，丢在地上踩。Let me make you high， 把口子都打开，休息露出来 ，JC all the nigh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传播帝，非常多人对这个军警消的制服都感到非常的向往。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曾经担任过警察的小可爱，欢迎方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哲，然后现在26岁，然后射手座，然后之前当过警察，现在就是回归到一般的社畜这样。这样好像在做那个恋爱交友节目，蛮像的。对，我想说你还要介绍星座。那我知道当警察有2个系统，一个是从警校的系统，一个是一般的警察特考。你是哪一个啊？我是从警校系统出来的，我是高中毕业就直接接警校。对。那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进入这个警察的职业啊？这个有一点点就是误打误撞哦，不是因为你自己有那个制服癖？对，因为不是，没有，我其实原本是我已经考上了就是一般的大学，因为警专是特招，它是另外要去考试的，所以我在有了学校之后，我又报名了这个，因为我家人一直叫我报名，然后报完名之后我就去，我想说，因为报名费缴都缴了，不考蛮可惜的，对，不考好像又不行，要交代一下。然后我那时候就去考，我其实没有很想当警察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这个考试它每半小时就可以交卷，我就是一写完画完画卡，我就爬起来睡觉，一有人起来就是代表说，可以交卷，交卷了，对，我就跟着交，我想说这样应该就不会上了，就家里就不会逼我去读。那你有做到考这件事就好了。对，我有去考了，但是我没上的话，那好说啊。对，结果就是2个月后一放榜，就上了，不小心上了。就是我就开始在想说，读一般大学跟读警察到底哪一个比较好？然后最后就想说，警察其实出来毕业后，其实薪水蛮高的。那时候就选择去读警察，然后就因缘机会，就是又当了，我当了差不多3年这样。对。那在念警校的期间会不会很辛苦啊？其实一开始进去蛮辛苦的，因为它跟那个当兵其实有点像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像是很类似的感觉。你还是会跟当兵一样，就是早上6点起床，好可怜哦。然后晚上10点要睡觉。可能成绩有及格才能离校放假之类的吗？没有，他平时礼拜1到礼拜5是不能出门，甚至他台风假的时候也是不能出校门。他就是怕你们危险吗？对，但是都是关在里面。你们要学很多武术吗？我们要学的其实蛮简单，第一个就是那个柔道，学一些擒拿术。对，它有很多招式，所以每个老师教的不太一样，但基本上会有一个底子在。但其实讲真的，就是用不太到。其实真正的情况比你想象中还要复杂。像是如果像最近的捷运发生的事情，恐怖，对，就是有点可怕。他拿刀子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近身。你近身，你就会可能会被他挥到，所以基本上你没办法靠近他，他就会用别的方式去躲开来。但是学校学的就是我们跟你讲好招式了，然后你的同学会跟你配合，就是练习的时候，我们是套好招的东西，对，跟你学武术的那种表演很类似，所以其实你很难去用到应用，对，真的是用到实物，不然你就去看新闻画面，其实真的在路上，你看那些在制服的，他们都是乱压，最后才会回归到那个动作，而且其实真的，如果真的这个人要跑的话，他的力道是绝对比你想象中还要大的。那如果对方是手上没有武器，然后就是把你徒手抓住干嘛的？有一些什么好的挣脱的方式吗？其实都是尽量以他的重要部位去打，然后像头部、肩颈，对，手刃，或是你往他的胸椎这里打，其实都蛮有用的。所以你这样被扣住的时候，你就这样呵。但是你被扣住的时候，你要评估一下他是怎么抓你的。他可能这样子环抱，或是他这样子压住你脖子，你可能真的连力都没办法使出来。那如果是从后面这样子勒住的这种？就你如果身上有一些工具，或是你真的就是肘击是可以有空间，有一个很大的力道可以挥的时候，你就给他挥下去，想办法就要打到他的，对，让他松开就有机会。其实他只要有一个地方被打到，不管任何部位啊，就一定是会手就会松，对，基本上都会松开来。但如果他真的要置你于死地的话，其实蛮难。好可怕。对。那你在担任警察期间，你主要的勤务的内容是什么？我那时候是在北市。
然后我其实是一般的行政警察，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。民众来报案的时候，你就要坐在电脑前面 key 单的那种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分蛮多勤务的，像是巡逻，然后值班就是你可能你走进去第一个看到他跟你打招呼。值班柜台那个。对，然后再还有我们要有一个勤务叫备勤，那个是我们那边的话就是受理报案，就是你可能今天你被诈骗了。我们网络上什么互相谩骂的那种，对，这种来要受理的就是备勤这个职位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很细碎的小勤务这样子。我们有一个叫情区查查，你要一个人要负责一个区域这样，那你要跟这边的在地居民去培养一些关系。怎么培养？你除了要认识里长以外，邻长也要去。然后可能在地的义警的大哥，或是一些在地的一些比较有名气的、有名望的人，对你都要去认识，包括店家也是一样。你可能稍微认识一下你在处理事情，或者你可能有问案件的时候会比较好处理。所以你有时间的时候就要去找他们聊个天之类的。他会有一个勤务在，对。然后我自己的话也是，除了勤务以外，我有空也会去做一下泡个茶。我真的没有想过警察有这个工作哎。对，其实警察跟在地的连接也蛮强，但是你必须要花时间经营，也有很多人他其实是不经营这一块。OK， 那有遇过什么比较特殊的案件吗？我遇过比较特殊、比较可怕，都是无名尸。但是最麻烦的就是你要找他的身份，找他的家人。像那一天上班的话，可以从早忙到晚，可能上班的时间可以拉到15、16个小时。OK， 所以必须要去见识啊，然后你要请不同单位的人去帮他验 DNA。那你会害怕看见就是大体吗？我会看一眼，然后看到状况。刑事单位里面，他们鉴识会来拍照，然后再来他送到地检，然后殡仪馆之后才是法医。这心理压力也蛮大的。对，其实当警察的心理压力真的要蛮强的。如果说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尸体，那可能会真的没办法做下去。就不只是尸体，还有各种，也许来报案的人的他的心情上的压力，你也要能够承担这一切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之前有一个老学长，他是跟我们说，就是平常生活中有黑道有白道，但是我们警察是刚好活在一个灰色地带，一下会接触黑的，一下就是白的，就是好的跟坏的你都去碰到。对，所以你的生活久而久之就是越来越灰。我好像已经知道你离职的原因，就这一题我就可以不用问了。多多少少有一点关系啊，就会相对的比较不快乐这样。对，那有没有你最讨厌或最害怕处理的勤务的内容？最害怕处理的就是车祸，你永远不知道那个车祸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因为我们有分就是车损，然后有可能有人受伤，对，然后也有那种死亡的。通常有人受伤跟死亡这个交界就是有点近，我对血肉模糊的东西不太行。我不行哎，你在念警校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些啦？有，我们会看。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，其实会看这些解剖啊，或者是凶杀，就是各种案件，其实都看得到。但还是永远没有办法习惯。我觉得正常人都不会习惯那个血肉模糊的画面，尤其是车祸的。当警察这个身份有帮助你谈恋爱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完全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警察都是轮班为主，内勤可能有一个规律在，但是外勤的话也是有规律，但是它的规律不太好。就可能我这个月放礼拜六、礼拜日，都是一直放的。但是我接下来就是放礼拜日、礼拜一，那这样子的轮的方式就是你可能到半年才会轮到一次假日，然后像我可能大半年都在放平日，那我可能只能跟一些就是一样是做放平日可以放平日的朋友去出门，所以很难去跟人家有社交，所以你很难有恋爱的机会。所以你当警察期间都没有恋爱吗？对，我当警察的那一段期间，我就是从学校毕业后到离职都没有遇到对象。3年是不是？3年多，3年多都没有恋爱。对，也没有试着要约会。其实有，但真的太难了。对方就想说你都没有时间理他，这样子就切断了。应该说你好不容易可能有个对象，但是你一直没有办法跟他敲好时间出门。就我可能5、6日，我就算我要上班好了，那可能我就只有早上的时间或者晚上的时间可以陪他。那其实这种时间就很难敲，因为可能要出远门啊，或是可能他们就想喝酒，可是你隔天早上要上班的时候，你又不能喝酒，你就不会跟他去。那有没有在警局最怕遇到哪种民众来报案？都蛮害怕民众走进来的。
一有人走进来说，完蛋了，又有什么事要发生？因为真的民众走进来，你就会觉得说啊，又发生什么事情。第一个是你一个走进来之后，他们就会有一种好像越来越旺的趋势，也会这样子。对我们有一个戏称是说，就是那个派出所要开网咖了，就如果人越来越多，就要大家排队，就是真的是需要排队，然后就是每一台电脑都是立在那里，就很像网咖，也是一台萤幕在那里，然后大家在那边打。简单的话，可能1个小时可以处理得完，因为他脑袋也很清楚的话，可能诈骗你被骗钱了，其实你当下是很慌的，你没办法把那些资讯理清楚，而且现在诈骗很喜欢把事情跟你讲得很复杂，一步一步他用电话跟你讲，一下子用讯息跟你讲。如果我今天是陷在里面的人，我就会没办法把这些思绪理清楚，你就要花一点时间让他把这些事情慢慢的拼凑成一条线的故事。那这样我们在问笔录的时候，才可以很快的帮他处理完。那你遇过那种被诈骗金额最高的是多少钱啊？我自己处理到的都是100万内，最多我们同事有处理到差不多1亿多吧。对，1亿多。对，台湾有钱人很多。然后那个被诈骗1亿多的人的身份的类型大概是什么？其实就是一般你路上不会在意的。长者吗？对，跟这些人在处理报案的时候，你会想说，他们怎么这么愿意因为一个陌生人的话，然后就把钱交出来？也许长辈真的很缺乏晚辈的关心，那一旦有一个陌生的人开启了这个关心的模式，他就会陷入那个状态里。真的有，因为其实蛮多是感情诈骗。我知道，就是有一些寂寞的姐姐们，或是寂寞的哥哥们，那些海外的什么交友的这种，对，对，就是尤其是他们很容易就说哦，我在国外遇到什么事情，然后你赶快汇给我。戏码通常都这样演的。对，然后他会传很漂亮的照片，然后跟他可能在杜拜啊，在美国，然后就是吃香喝辣的那种照片，然后说希望你可以来找我。可是当你看到这些人就是他真的是那么认真相信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很荒谬？一定是觉得荒谬，可是就是你要同情他，因为他可能真的很寂寞。就是我可能我单身久，我那时候当警察我也觉得我很寂寞。你很会骗是？没有啦，好，我们大家都被骗，没有被骗，他会容易被骗成功。现在还单身吗？现在有对象了。好，对，就是离职。该不会是一离职就有机会了吧？离职治百病。另外一半会跟你玩警察扮演的游戏吗？曾经有这个经验，包括可能之前在学校的时候，其实大部分就是希望你可以穿着制服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制服。对这个职业有一个想象，那他可能把自己想象成是弱者，或是可能看警察不爽，然后可以欺负一下警察这样啊。那你现在可以模拟一段警察的 dirty talk 吗？宝贝，你要玩我的小警棍吗？啊，小的不想玩，小的哦，可是他会伸缩。来，你要的东西在对着镜头讲一次，我觉得太好听了。宝贝，你要玩我的小警棍吗？他会伸缩哦。亲爱的，你已经被我制服了，不要笑，想解开你身上的手铐。我今天打靶都打不准哎，因为我的准心都放在你身上，全部射在你里面。你很厉害哎！我可以想象，如果你现在离职后，然后做这件事情，一定很有闺房情趣。可是这样子，你不用穿制服，你就是假装把它稍微扣住，然后讲这些话，他应该会很兴奋。我可能会自己出戏，你会笑场？对啊，我一定会笑场，然后我一定会想说，我好像就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是怎么样的人？我就是没有什么癖好，然后安安稳稳的做完一场爱就可以了。安安稳稳的做完一场爱，复杂的感情聊，我们来聊些简单的，因为只要2选1，立刻进行我们的快问快答2选1。性感摆拍露袜子还是可爱摆拍露内裤？性感摆拍露袜子。然后床上打装别人还是床上被别人打装？被别人打装。置物柜不上锁还是置物柜一定要锁？一定要锁。开车到处玩还是机车跑透透？我的话是机车跑透透。好的，我们主体来讨论。你选的是性感摆拍露袜子，因为我自己身材不是很好，就是稍微比较肉一点点，然后其实就算有健身也没有很认真，所以我对于自己露身体比较没有自信。可是有的人搞不好很喜欢微肉的状态，我个人很喜欢微肉的状态，很壮，但我们也遇过，但那就是很好，但肉肉的会想要玩那块小肉，
就是对，你刚刚一定有想说，那可以借我捏一下腰间肉吗？蛮常被捏，可以捏吗？可以啊，好，捏一下咯。很好，你很有弹性哎，好喜欢。就是男朋友都会说很好躺。对啊，对，我真的觉得有肉超好躺的，腹肌还好。但是会希望自己是比较在刚刚好一点点。对，现在可能有点太肉。不会，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最好躺的状态。还是要自己喜欢啦。对啊，你自己喜不喜欢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但你在 IG 上那个贴文，你是有露内裤的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是刚好一个合作。对，那有露到身体吗？我有点忘记。身体那时候是有穿那个背心。对，其实就是要走一个有点像奶狗可爱。没有，我看你照片，我有感受奶狗感，但本人比较成熟一点的感觉。那个已经2-3年了，但你现在看起来更诱人是吗？对，就是让人家更有那种食欲的感觉。因为我还是可以就是可能稍微装一点无辜，然后来，自己 Q 啊，然后就会有一点不知道在干嘛。这不是你原本的个性吧？因为我可能跟朋友在聚会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常就是在发呆，或是用很奇怪的姿势玩手机。你是可爱动物我要看一下奇怪的姿势，你都自己 Q， 我好喜欢啊。奇怪的姿势可能会像，就是我可能会这样子玩手机，在画面上看起来很荒谬，你把自己都折起来。对，我会把自己折起来，或是我可能会这样子，就是做好之后，然后也是这样。然后他们就会说你这样跪着不累吗？那我就觉得还好。然后他们就会看可爱动物这样，然后一直去看我，观察我在干嘛。你真的是可爱动物我问一个就是有点擦边球，你那一包看起来很大很性感，是真的很大吗？我觉得我还好，对，就是平均值，台湾的平均。我不知道台湾的平均值是多少，大概就10几这样。大家自己想象好不好？去滑他 IG， 你们会滑到的，因为我昨天有做功课，就有认真的滑到，就是刚刚好，刚刚好够用。对。然后再来是床上被别人打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遇到的人都会想要欺负我，因为你会这样子趴着玩手机，他就有空隙打桩你啊，就是感觉很好欺负这样。那你好欺负吗？应该算好欺负。怎么会有人承认自己好欺负？像我以前可能遇过，就是他们本来都是0，但是看到你就想要变1。对，有这种状况，这样可能真的就是看起来比较好欺负，所以目前遇到的几乎都是就是被打桩为主。然后例如说我叫你过来，然后摸摸头，你就会就是会这样。他真的很好配合访问得很开心。好，下一题，置物柜一定要锁。你遇过那种很多不锁的很讨厌的人，对不对？有，我真的是你已经就是可能你真的下班有点累了，然后你就是想说你要去运动，或是你可能要去冲个澡泡个澡，你就打开了一个，然后又打开了第2个，你还可以连3拉3。然后我又不是在打麻将，中奖几率超高的。对，然后你把它拉开之后，你又看里面就很乱。我就会把它这边全部都拉开，然后营造出一个他可能东西会被拿走的那种感觉，就让他要害怕，至少一定要锁。对，为什么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人，就是你不锁，然后就给人家放东西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就是图一个方便啊，懒得带锁。对，懒得带锁，或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就觉得他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然后因为他在更衣室的那个置物区，其实通常都不会有监视器。你今天真的没有锁啊，你东西被拿走的话，你报警讲真的是没有用。好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锁，好不好？不要东西被偷了，那边哇哇叫，说警察不会处理，根本没东西可以处理，好吗？但如果是你的锁已经扣上去被剪断，那个就真的没办法了。对，那个就是你衰。好，再来是你选的是机车跑透透，我看你 IG 上很多这种骑车到处玩的画面这个是有原因，是因为我刚好当警察的时候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基本上你也没什么社交，然后大家都是很危险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只要出门，我都以骑车为主，也不想做大众运输。所以久而久之也喜欢上骑车，所以我就会骑车环岛啊，可能或是我今天放假，我就去北海岸绕一圈，那我也会从台北骑回宜兰去，有点 far， 就是顺便看风景。就其实你能感受到那个你在这片土地上走动的那种感觉，享受那个风，然后享受那个景色。回到家的时候，你就会有那种很欣慰的感觉。但最后有一个小要求，就是因为我们观众很喜欢看大家的
的脚脚，那你可以给大家看吗？脚脚吗？可以吗？有袜的，这样会不会太奇怪？不要挡住脸就好。你没有觉得很奇怪吗？没有，因为要这样抬起来。哇，你弄了一个更可爱的姿势哎。好，传播地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喽！谢谢邦德今天来玩，谢谢拜拜。